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9月7号周三晚上的8点15分。大反弹来了，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从近期的高点回落，而且油价下跌，外加上技术面，4个指数中有3个已经是来到了生死线。苹果今天也没有掉链子砸盘，所以咱们看到今天整个的股市是反弹大涨啊。今天标普上涨了 1.84%， 在标普11个大板块中，只有能源板块收跌，其他10个板块全部收高。标普也是创下了1个月来的最佳单日涨幅。另外，纳指是结束了3年来最长的连续7天的下跌记录。今天的罗素涨幅最大道指今天也收复了31400点，整体市场表现不错。但是呢，不得不说尽管是有所反弹，但是前面有业绩增速放缓的压力，后面有全球央行快马加息追赶，这个大盘想重新做人，彻底扭转颓势，形成反转走势，然后开始走上行结构，彻底去结束这个低位拉锯盘整的这种走势，重回上行其实这个时间点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到现在还不满足一些条件。好，咱们今天呢，首先说几条基本面的信息，然后再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加仓的一只股票，不是苹果因为苹果没有到我的预期开仓的位置，然后和大家来说一下大盘的走势以及极限反弹的位置有可能在什么样的地方。好，咱们今天呢，首先来看一下几个基本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全球央行加息的进展。首先是这个加拿大央行呢，在今天是已经宣布加息了75个基点，到了 3.25%， 利率水平已经是2008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值。而且加拿大央行表示呢，由于7月份呢不含汽油的通胀上升，数据显示价格压力进一步扩大，短期通胀预期的风险变得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服务领域。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前景，利率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呢，加拿大央行还表示说，加拿大经济仍旧处于需求过剩、劳动力吃紧的状况中，但是预计加拿大经济将在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放缓。其实加拿大的整个的加息路径是紧随着美国的，而且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景预测和美国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呢，整体上加拿大的经济大环境其实要略微的好于美国，在现在的情况下，美国的这个衰退的概率要高于加拿大。好，除了加拿大调涨利率之外呢，今天美联储还发布了最新的经济状况褐皮书。咱们以前在节目里也是经常会谈到这个经济状况的褐皮书，它主要是美联储对于12个地方联储的这个经济调查报告把它汇总起来，做调查，看看你们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通胀工资增长的压力怎么样，然后他们呢进行一个公布。咱们看一下其中的几个核心数据。首先呢，是大多数的联储受访者都预计价格压力至少会持续到年底，这个指的是通胀的压力会持续到年底。然后是所有地区的工资都在增长，尽管普遍有报告称增长速度放缓，薪资预期也在下降，但是呢，在目前呢只是一个增速放缓还没有开始实质性的这个下降。另外，雇主表示员工的保留率已经有所提高，说明离职的可能会稍微的比在年初的时候要少一些。物价水平现在仍处于高位，但有9个地区报告其上涨的速度有所放缓这个就是和通胀相关的数值。另外，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总体上仍然是比较疲软的。受访者指出，预期未来的6到12个月需求将进一步走软。这个也是大家通过他们的调查可以看到，未来的6到12个月，市场担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还是放缓。其实我们通过12个联储的他们的调查也能看到，他们给的时间非常明确，就是未来的6到12个月会进一步的走软，到底能不能走到衰退那一步咱们只能说边走边看，他们现在呢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自7月初以来，经济活动总体上没有变化，5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略微增长或者温和增长，另外的5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略有或者温和放缓还有2个呢是打酱油的，是持平状态。
所以这是对于美联储的经济褐皮书能看到现在的情况，大家还是关注的就是通胀能持续到什么时候，然后薪资增长的压力到什么时候，以及这个就业市场的劳动力现在市场还是不是吃紧，员工是不是还在频繁的通过跳槽来寻求更高的工资增长，以及现在的物价水平怎么样，整个的经济活动怎么样啊？总体看起来呢，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太差，但是放缓的预期是普遍存在的。另外，今天的美联储的副主席布雷纳德也是给了一些对于未来的加息的一些想法。他呢也是在部分程度上助攻了今天的市场的一个反弹上行，因为他其中提到了不希望美联储过度的紧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强调说呢，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仍然致力于对抗通胀，这需要几个月才能够明确需要在多大的程度上应对通胀。他表示说，美联储不应该过度紧缩，遏制通胀可以，但是呢，不要让我们陷入衰退。所以呢，他可能看到之前这个美联储主席在那个杰克逊霍尔央行全球年会上这个鹰派发言实在是把市场吓得够呛，对吧？市场已经连续跌了好久了这个是连滚带爬，所以他也出来喊一喊，稳定一下情绪，让大家等一等，不着急，反正9月份还有2个星期，这个议息会议就要开了嘛。不管他们现在怎么说，到时候咱们看看点阵图，看看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美国的经济预测的一个前景的数据，就能很清楚了。现在说什么呢？先不要听，咱们就看他们最后那票怎么投，就知道了他们自己心里边一个真实想法好，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加息路径现在的一个进展。在加息路径方面呢，目前市场压注的是在2周后的议息会议上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较大，目前的概率是 76%， 比昨天又略有一点点的这个波动波动也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如果是按照这个75个基点去加，目前的利率的区间是 2.25 到 2.5， 加完75个基点之后会变成 3% 到 3.25%。 由于今年除了9月份之后还有2次会议，一次是在11月2号，一次是在12月的这个14号，可能预期还会2次共加50个基点，那么就会在今年年底到达 3.5% 到 3.75% 的利率区间。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现在市场的压注的预期峰值是 4% 到 4.25%， 现在不超过这个峰值。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既然我们说已经知道了峰值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加息预期已经可以见顶了呢？我们可以去提前把市场的这个估值这个打压见底的这个底给算出来呢？这里面一个变数在哪儿呢？就在于鲍威尔美联储这边，因为上次他说的是，他现在呢让大家不要去预测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终端利率到底是多少，因为美联储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他现在必须要跟着数据来，所以呢也是一点点的跟挤牙膏似的没事就挤点出来，没事挤点出来。 4% 到 4.25% 的预期只是市场现在能够压住的最大值。现在市场通过各种的经济数据的综合统计，认为到了 4% 到 4.25% 的峰值，美联储再加息就会导致经济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只能计价到这里，剩下的至于还能不能提到什么 4.5 对吧 4.75 甚至 5% 以上，那个必须得跟着经济数据来，美联储现在给不了答案。但是还是提醒一下，市场的计价空间现在虽然是在 4% 到 4.25%， 但是下个星期的 CPI 还有2周后的议息会议，它可以决定一个比较短的3个月的炒作逻辑那个时候咱们就知道了，咱们就不需要去等说它最后3个月之后再怎么样3个月之后再变都可以，只要这3个月给一些炒作逻辑出来，那么市场呢就会有一些新的方向出来。所以下周的 CPI 还有2周后的议息会议，对未来3个月一直到年底的这个行情是挺关键的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里边还是要提起精神来毕竟市场的指数已经是到了这个位置，要么往下走，又去跑到前低附近了，前低附近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破不破前低，对吧？要么呢就是这个地方不跌了，先反弹一波到上方的接近于上方的这个压力位，然后还回不回调，还是一口气出人意料的突破了这个其实还是挺有看点的最近这个市场。好，所以呢大家这个也是打起精神咱们平常呢也是尽量的和大家多更新一些这个基本面呢，包括对于市场的点位的一些看法。
另外呢，今天说完这个之后，基本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值得去看一看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包括我的这个加仓的这个股票哈。今天首先说，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苹果哈。这个苹果呢，它是我的持仓股。昨天在节目里讲到，苹果今天可能要拯救宇宙。今天呢，它倒是也没拯救，但是呢，它也没破坏。今天它是个裁判啊，站在旁边什么事没干。今天新品发布会上 ，iPhone 14很出人意料啊，没有涨价。看来这个最懂苹果的这个分析师，这个郭总他呢也是。信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准确啊，这个情报把市场这个担心了好久。好，iPhone 14没有涨价，那么苹果今天这个股价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分时图啊，它其实和这个它的新品发布一样。新品发布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啊，我只是大致看了一下哈，大家的评价好像都是说比较缺乏新意。所以对于新品的这个期望值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更新呢，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和很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呢，它的新品缺乏新意。那么它的股价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它波动也不大，是吧？它既没有大涨，对吧？最低的时候也跌到0.点几，然后后来又涨到了1.33%，周平收盘呢收在了0.93%。没有大涨，没有炸跌啊，也非常符合它今天新品发布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也很符合昨天我在节目里边分析的，这个市场它并没有在这个位置去加码看空苹果。大家看到没有？今天的走势出来，是不是也印证了在期权市场的这个观点啊？市场并没有去加码去做空或者看空苹果，还是处于一个持有状态。我只能说持有啊，他们没有去加码，也没有去减码啊，是持有的一个状态啊。好，所以呢，这是对于苹果今天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啊。其他的股票呢，反倒是自己走自己的，把苹果落在身后了。好，然后呢，就是由于昨天节目讲了，我想在这个下方去加点仓的，本来是想141到152，让它低开打下去，然后我就捡点便宜，然后做一个6%到8%的反弹。结果呢，最低只去到了153.6块，我又没买到。这个价格是挺玄奥的啊！我写这个152呢，最后也只能去到153，下次我就多写高2块钱，我看看能不能掉到这个区间里边。不过呢，其实这些点位啊，这些位置啊，市场的大多数人呢自己都是清楚的大家也都会看到一些不错的位置，都会尝试去买入。其实差2块少3块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我这人呢，有时候做这种波段性的投机性的这种仓位的时候，我会去算一下到底合不合适。比如说可能是超过了什么5个点、6个点，我觉得值得做一下。它要是5个点以下呢，什么3个点、4个点，我就懒得耗费那精神啊。这个做这种短期的投机有时候特别累啊，所以错过就错过了，等它回头跌下来吧，咱们再做。好，然后今天说一下，没有加仓苹果，我加仓的是 FDX， 把 FDX 今天我快速的讲一下，同时呢，也把它和这个 UPS 做一个简单的横向对比，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去买 FDX， 为什么我没有去买 UPS， 在现在这个价格哈，跟大家还是说一下。今天是在这个按照原定计划，因为原定计划就是在196到209的位置嘛，去找一个止跌去加仓。今天呢是出现了这个形态，同时呢今天也到了我的价格区间，可以说是非常契合我的一个买入价的一个目标区间的。因为我给它的估值呢是前瞻估值，2023年5月份，因为它的财年全新的财季已经开始了，它是一个新的，现在马上要披露的9月22号的财报是这个23财年的 Q1 的财季的财报啊，它的前瞻估值是213到364，我是按照9到15倍的 PE 水平，按照它的一个波动，历史波动啊，这个并不是说自己随便给的，这是一个历史的具有相同盈利能力的历史区间的一个波动。那么它的增速水平是一个12%和11%，现在大家很明显看到，它现在的市价按照9倍，它都应该有213块钱。那么现在它201块钱，很显然是低于至少我目前的这个估值系统的。那么我买入它就按照基本面去买入它，按照正常的情况加仓。所以今天的均价199块钱，加了2%，目前8%的一个持仓是我的最大持仓，233.2的一个持仓成本，是属于在5月的前瞻估值的这个下限附近的啊，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本，慢慢做吧。这个稍微涨一涨，然后减仓，滚动一下，很快这个成本就会降下来啊，所以这个我并不是特别担心。那么说到它，我就要说一下，那为什么它和 UPS 我会选择 FDX 呢？或者现在 UPS 横向来对比，会比它便宜还是比它贵呢？我们来看一下 UPS 的一个简单数据。UPS 的财年是12月份截止，
它的2022年的前瞻估值是176到230块钱，现在是196市价。那么这个是按照13到17倍，很明显它的历史波动的 PE 水平要高于 FTX 平均的这个合理的水平。那么高于这个水平，它现在的价格176是下限，196比下限还高呢，对不对？而且它的增速大家可以看起来，明年是正增长 6%， 然后下一个财年是今年是 6%， 明年是 2% 的增长，所以它的增速要慢于 FTX， 同时它的市价在从估值考量要高于 FTX，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 FTX 而没有选择 UPS， 或者说之前的时候也存在过这样的情况。UPS 为什么它的市价长期以来都比 FTX 要高一些呢？其实从内部的管理层来讲，我们看过多次的 UPS 和 FTX 的财报的追踪，你会发现 UPS 从成本控制上要明显的好于 FTX， 也就是 UPS 的管理层其实要好于 FTX。 很多时候市场买股票就是特别像华尔街他们配置股票，他们会比如这两只股票他们会全部都会买全部都会配置，这个叫配对交易，因为他们占有市场的这个份额是比较大的嘛，你家没有了跑别家去了，别家没有跑你家去了它就是一种传统的叫配对交易。这种呢，它两个同时都持有，那我就是持有一个，所以呢，基于这个估值系统，我现在就去选择 FTX 做一个这个买入，而且我认为风险不是特别的高因为无论从它的增速和前景来讲，就算比如说今天有投行下调了 FTX 在一季度的前瞻，对吧？他认为一季度可能会低于之前给的前瞻预期，可以这个我也认同，或许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它的价格已经下跌，已经跌至了在估值水平下方，市场已经计价了这个，那我就不用害怕了嘛，那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又不是这个说已经涨上去了，然后去追这个高，对吧？所以这是我买入的一个理由。完全从基本面的考虑，买它并没有去完全考虑大盘今天怎么样完全是它个股的单独的一个考量。好，这个呢就是对于 FTX 和 UPS 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另外呢，今天还是把指数和大家讲一讲，最后讲一讲大盘到底它能反弹到什么地方。眼尖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我这里已经重新又新标出来了3个区间。由于现在整个的大盘标普现在这一轮上去以后下来到了这个极限回撤的位置，如果要反弹不破的情况下，那么它上方有3个地方或者确切的讲其实是2个地方，上面4300这个地方它都已经是前高了，那个都是已经是它的终点站了。我们就说以反弹来算，中间有2站是有可能会达到的，一站呢是4050到4060，这个地方的空间非常的小挤压的特别厉害，从今天上去往这儿走大概就是1点几个点1%点几，一天就能到到了以后可能掉头就向下，这是第一种情况。如果强势一点的呢，就去到4100到4200，这是第2点。第2个位置，那么标普差不多有超过 4% 的一个涨幅，那么这个就还可以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到了这儿，估计呢很多朋友的情绪又开始要起来了，是不是要打它一个突破，看一个前高再突破？我个人呢其实没有这么乐观我认为即便突破上面4300-200均附近，以及最终的4400到4500就是它的终点站，现在还没有到反转的时候我不认为现在的经济的基本面以及企业的前景还有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已经支持这一点，除非9月份直接告诉大家美联储这个加息 4.25% 已经是能承受的最大的限度，不能再继续的往上加，再往上加会导致经济的衰退，除非出现这么割的声明，对吧？那就无所谓了，那可能市场该往上继续大涨，继续上行就上行了，那个时候加息预期只要一见顶，市场什么都好办了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对于市场的一些短期基本面和技术面的这个解读。希望大家今天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其实这种小空间你参不参与就那么回事你要是今天在昨天这个低点买了一点的，你买了就买了，买了以后呢，上方这2个地方你就想着如果能波段你就波段呗，你不能波段就跟我一样看这个 FTX 这种完全按照基本面去买，买了以后你把股票就存好就行了存好以后等回头稍微市场活络一点点价格很快就能上去的。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